Hello， 大家好，我是妙媛。所以我先补充回一些上一集的东西。Mr. Ajaria 知道妈妈要撤销他的律师权利，所以呢，他就快点把那个诉讼交上去给法院。里面总共呢有8项条文，分别是59条文、83条文、90条文、91条文、184条文、288条文、289条文，还有290条文。然后法院也接受了 Mr. Ajaria 呈交上去的诉讼，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当法院接受的话，意思就是他呈交上去的这些证据，还有他写的文件呢，都是符合逻辑的。如果是不符合逻辑的话呢，法院是不会接受的。当法院要去接受一个案件的时候，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因为他们需要去审查。但是 Mr. Ajaria 的文件，法院只用了3个小时的时间去审查，然后就接受了。然后里面最严重的指控呢，就是288条文，蓄意谋杀。在这个之前呢，根本就没有人敢提出这种指控啊，因为很多人呢都觉得说开290误杀就好了。但是 Mr. Ajaria 呢就坚持要开288条文，也就是说 Mr. Ajaria 有很有力的证据，让到法院呢也接受。现在的问题呢是在妈妈这一边，他们在同一天呢把文件交上去给法院，但是时间呢是不一样的。Mr. Ajaria 是比他们更早1个小时半之前交上去的，之后妈妈才把文件交上去给法院。妈妈的文件呢是关于撤销 Mr. Ajaria 的律师权利。妈妈认为呢 Mr. Ajaria 没有告诉他，也没有问过他这些指控到底 O 不 OK。而在6月16号的直播的时候，Mr. Ajaria 呢就解释了，在这个之前呢，他已经跟妈妈讲过了，这个案件是可以赢的，因为他有证据。但是很抱歉妈妈，他不能让他知道，因为如果让他知道，等下就会有人传出去。而之后呢 ，Mr. Ajaria 有叫了5个人，妈妈、Dad、Mr. Rastang， 一个律师，还有另一个人呢，应该是律师的助手，就叫了这5个人去 meeting， 就在一个比较私人的地方这样子。然后 before that 的时候呢，Mr. Ajaria 就有在那个 area 那边放了 CCTV 录音器那些东西，然后之后还有听每一段对话，他没有讲是谁，他只是说听到其中2个人的对话，他可以感觉到这5个人里面呢是不能被信任的。当 Mr. Ajaria 听完他们的对话之后，他有种感觉，觉得自己会被换掉，所以呢，他就赶快把那个文件交上去。Mr. Ajaria 说了，就算他们把它换掉，他呈交上去的文件呢，依然还是会有在的。就是那些证据什么东西的话，那个代替的律师呢，就要重新找过所有的证据啦。问题是他要讲找，因为已经过了3个月。Mr. Ajaria 从一开始就已经开始在找证据了，他还去到那个龙岗那边去找，因为他知道他们清洗船的时候会有好像血水这样子，他们不能跟 Mr. Ajaria 拿证据，因为 Mr. Ajaria 是不会给他们的，包括医生、专家证人全部都是在 Mr. Ajaria 的 side， 所以他们到底要拿什么去 fight 呢？之后就看到 Dan 呢在 Facebook 那边写咯，上一集讲的啊，说他很累，他想要 move on， 不想管了，让 Mr. Ajaria 继续跟进这样子啊。所以看起来呢，像是他知道自己没有任何的证据，所以根本 fight 不到，所以他就选择退出哦。之后 Mr. Ajaria 呢，其实是有讲到 Bang Jack 呢是在利用妈妈跟 Dad， 因为他只是要 follower 而已，他要更多人 like 他的东西 ，share 他的东西，然后 follow 他这样子，他就可以靠这样的方式去赚钱啊。然后 Mr. Ajaria 说呢 ，Bang Jack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证据，电话里面的证据呢很多都是假的，他自己去 edit 的。其实不用多讲了，就单单是那个影片讲说 Dangmo 在酒店里面的就好了，是 Bird 帮他拍的，但是这个 Bang Jack 呢却说是2月24号当天拍的，这个人到底有什么居心，你们知道吧？然后在很早之前呢，妈妈其实有撒谎，只是 Mr. Ajaria 没有讲出来，因为在之前的时候呢，他有问过妈妈，谁把电话交给 Bang Jack 的，然后妈妈就讲说他没有，所以给 Bang Jack Dangmo 的 password， 妈妈说他没有告诉他 ，Mr. Ajaria 呢就跟妈妈说拿电话来看一下，然后就不是给了咩？妈妈就讲说没有啦，他叫我按这个按那个 send 这个 send 那个，就很莫名其妙的，他就能开到 Dangmo 的 Facebook 了。妈妈跟某些人是一样的，罗吉讲那个功夫是一流的。然后 Bang Jack 以前就是 scammer， 他讲的话到底是有多少是可以相信的？不好说，搞不好1/10都没有。妈妈为什么会把电话寄给他？说是因为他能破解 code 什么东西嘛。但是 Mr. Ajaria 说了，他根本就没有破解任何东西。Mr. Ajaria 自己去 check 了，具体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啦。但是他讲是有一个像 record 这样子的东西 ，iPhone 什么时候被打开等等的东西。然后他已经去 check 过全部的东西了。所以之前呢也在 community post 那边写了，就是 Mr. Ajaria 说如果要换律师的话，他就不会再管了。他希望大家不要生气他，因为他已经帮 Dangmo 做他所能做的东西了。他说他帮忙寻求公道，他也实现了，就是他把谋杀案的文件呢成功的交上去给法院，而且法院也接受了，他有证据可以 fight 的。但是妈妈要撤销他的律师权利的话，他也不能做什么，他再怎样努力都好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权利在妈妈那一边。所以会不会换律师呢？法院会再一次叫妈妈去确认，而且要换律师呢，其实是要给原因啊，不能随便换的。Mr. Ajaria 开的8项条文，每一个指控都有，而且 Mr. Ajaria 都有证据的。基本上来讲呢，嫌疑人是跑不掉了，人家3个月没有睡好。
一直帮忙找证据，还熬出病来。结果就是这个妈妈抓去个逮考军，很多人呢都骂她，你根本就不爱你的孩子，人家已经帮你的孩子做到最好了，但是你像笨蛋一样，还去撤销人家的律师权利。然后呢，这里应该会有人问，大家是好人嘛？根据 Mr. Ajaria 说的，不能指望巴里们的人。如果你们要看回最早之前，丹莫的白色裙子，他是100%相信 Bang Jack 的，他还给 Bang Jack 50千，叫 Bang Jack 寄回来给他。所以呢，就是有人说你都被骗过一次了，现在你还要相信他，大概呢就是这么一回事。至于妈妈呢，我也是无语到一个极点。你们有看过一边呢要帮孩子讨回公道，然后另一边呢又去嫌疑人那边跟他们联络的嘛？正常人呢想把对方打死都来不及了，还会好声好气跟你讲话，跟你问候啊。还因为自己的律师去提告谋杀，结果还害怕对方误会然后生气的我。搞笑嘛，讲难听一点哦，妈妈可能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帮自己的女儿讨回公道的，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为了我不喝，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喝，我就要钱。 6月15号当天，妈妈说她没有感到任何的压力，只是睡不够而已。妈妈不知道能不能相信 Mr. Ajaria， 因为她完全没有看过 Mr. Ajaria 的证据。但是她没有生气，她依然还是有跟 Mr. Ajaria 讲话的。妈妈说她不想告谋杀，是因为她不想责怪任何的人，并且她认为呢，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杀人的意图，她只相信 Dangmo 是被伤害了。好哦，这个妈妈还会帮些人去考虑这一点呢。关于民事诉讼之前的时候，妈妈说她不知道有民事诉讼要求2亿的赔偿金，因为她从来没有想过钱这件事情，在她的心里面，她没有想要任何的1分钱。同时，妈妈也有说呢，她跟船上的人有联络，4天前呢 ，Paul 有打电话给她，但是他们呢并没有讨论到钱的东西，而只是一些普通的对话，像是你今天怎么样啊之类的。但是她说呢 ，Paul 在之前的时候确实是想要约妈妈出来谈论钱的事情，但是他们并没有见到面。然后在6月16号的时候呢，什么原告、被告、什么被撤销的案件这样的东西啊，我看到一头雾水。简短来说呢，就是因为妈妈想要撤回 Mr. Ajaria 交上去的案件这件事情呢，就是当受害者的家人、受害者的代表，又或者是受害者的合法继承人，他们有权利去成交诉讼，但是他们交上去过后，他们就不可以撤回了。如果他们真的是想要撤回，就会是完全的撤回，以后他们想要告的话，也不能再提告了。也就是说，他们只有一次的机会。同一天6月16号，对于 Dad 解雇 Mr. Ajaria 还有 Lawyer Christina， 不让他们继续在他政党当顾问这件事情 ，Mr. Ajaria 说呢，他本来就不是政党的官员，他是代表自己的 club 在做这件事情的，而且是妈妈直接授权的。他说他的 club 呢是不属于任何政党的，而且他的 club 也没有兴趣玩这种 politic 的东西。至于跟 Dad 的关系，他们依然还是朋友，还是可以一起合作的，但是绝对不是 Dangmo 的 case。然后他也是没有告到 Dad 啦。6月18号的时候呢 ，Lawyer Desha 就告诉记者，他有跟妈妈谈过，妈妈告诉他，一直以来他都以为 Mr. Ajaria 是律师，但是其实呢他不是，而且 Mr. Ajaria 他们呢根本就没有证据的，所以他感觉到好像被他们骗了。妈妈也不想要 Mr. Ajaria 跟 Dad 帮忙了。关于 Mr. Ajaria 没有经过妈妈同意去提交文件， Lawyer Desha 说他跟妈妈都非常失望，妈妈担心 Paul 会误会他、生气他，因为他突然间被告谋杀。接着记者问了，妈妈跟 Mr. Rastang 合作，Lawyer Desha 有什么看法？他说呢是一件好事，因为 Mr. Rastang 也是律师，而且也比 Mr. Ajaria 还有 Dad 有更好的法律知识。Lawyer Desha 说他每一天呢都有跟妈妈聊天，如果妈妈有什么事情都会去问他，但是是以朋友的身份。而他参与这个案件呢已经有77天这么多了，他觉得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他帮忙去跟警方还有检察官沟通，他说他跟政府人员的感情都很好，但是个人而言呢，他不会再回到这个 Dangmo 的 case 了。问题是有人要叫他回去才讲啦。他告诉妈妈呢要小心一点，做任何事情都要先想过，如果没有证据就不要去控告别人，因为妈妈会被告回。如果关于案件的任何事情，就通知 Mr. Rastang， 不要擅自行动。另一方面呢，在不久之前 Mr. Ajaria 其实有讲过检察官对于案件呢不应该出来发表言论。检察官苏帕蓬回应，他出来教大家的都是一些关于法律上相关的事情，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 Mr. Ajaria 有所顾虑，他也是可以发表意见。关于案件，他是
遵守法律的。每次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都会先去问过上级，而且是按照所有的规定，每个人都有权利去投诉。他们是政府人员，他们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上级下令他停止接受访问，他就会停止。个人而言，他每次提供法律上的资讯的时候，他都会去先检查过一遍，因为作为检察官呢是不会犯错的。6月20号的时候 ，Mr. Ajaria 呢就去见了 Somchat。投诉负责 Tengmo case 的警察，刑事法律第157条文。身为政府人员，他们的行为不当或者是失职、错误或者是不诚实的使用或者不使用职权，使任何人受到伤害。另外，在之前的时候 ，Mr. Ajaria 就讲到警方到底是怎样办案什么的，警方就以侮辱官员，还有通过广告诽谤官员来起诉 Mr. Ajaria。然后警方呢也出了4张传票给 Mr. Ajaria。关于案件，总检察长叫 Nonthaburi 的检察官对于案件的一些问题呢在做更进一步的调查，所以他认为他们并没有达到共识。Mr. Ajaria 相信那些问题绝对是他们之前要求要检查过的事情。另外 Mr. Ajaria 也写了一份诉讼是对妈妈的，他相信没有任何人去煽动妈妈，每件事情呢都是妈妈自己做的决定。另一方面，妈妈对 Mr. Rastang 很有信心，她说应该早一点请他当律师，说他不应该接受 Mr. Ajaria 的，因为他很会骂人。妈妈不喜欢他，妈妈不喜欢没有礼貌的人，妈妈怎样接受？以前他晒跟 Mr. Ajaria 的时候也没有见得他这样子讲呢，还说辛苦 Mr. Ajaria 了，帮他找证据啊，怎样怎样怎样。他说没有任何人煽动他，他也没有在帮任何人说话。要换律师呢是他的权利。他说如果他不知道然后请要一个律师的人，他就会输，所以他需要自己寻找出路。另外，妈妈说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请 Mr. Rastang 不是因为他只要求100块的泰铢，而是因为他的能力。妈妈现在不会用谋杀这个字，她称为致命的伤害。什么东西？两个不是一样的意思来的咩？也是把人弄死啊。他说，如果是谋杀的话呢，就必须要找到证据。补充一下，之前在17号的时候，因为检察官 Supapon 有让调查人员对船上的5个人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为期15天。如果6月23号调查人员来不及调查完毕，审讯就会延迟。所以在同一天6月20号的时候 ，Paul 去了警局接受调查。记者问了几个问题，其中包括还会不会跟 Tengmo 的妈妈联络。Paul 什么都没有回答，只是笑笑而已。之后 Sam 跟 Gratik 呢也去到警局那一边接受调查。记者问 Sam 感觉怎么样，会不会觉得不知所措？ Sam 说他一点负担都没有，他要案件快点结束，一直要见调查人员，他觉得很累啊。接着记者有问很多人留言骂他，他会不会采取什么行动？他说他不打算起诉，但是他想要那些留言的人听两边的故事，不要那么快的下定论说他们是错的。另一方面 ，Gratik 说现在审查已经结束了。 他也不想多说什么，他不觉得沉重。他说那个秃头叔叔，如果他想要讲什么的话，就让他讲啊。6月21号 ，Mr. Ajaria 说呢，他现在在寻找着那个被收起来的船，因为真正的船呢，警方不敢碰，他们怕看到血迹。他也奉劝船厂的人不要跟警方合作，因为他们很可能会被告。另一方面呢 ，Mr. Ajaria 拿出了4月26号的时候，警方结案的照片来讲解。在10点18分的时候，游艇是在 Sanghi Bridge。 但是同一时间 ，GPS 显示游艇并没有在 Sanghi Bridge， 所以为了修改时间，警方制造了伪证。至于警方说 Tengmo 是在10点34分的时候掉下河，是骗人的。根据他们找到的资料 ，Tengmo 在10点34分之前就已经掉下河了。从光跟影子的分析来看，10点32分的时候，船上只剩下5个人，所以 Tengmo 在更早之前呢就已经掉下河了，而不是像警方所讲的10点34分才掉下河。 Mr. Ajaria 也是有讲说，船上呢有很多像是密室这样子，就是那种暗格啊。船的右边有一个暗格，现在坐这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洞，船头还有中间那一侧也是有一个暗格。他也已經寫信去給檢察官，要求去檢查這些暗格了。ตอนนี้เรากำลังเปิดวิดีโอให้ดูนะครับวิดีโอไม่วิดีเข้าไปนั่งได้แฟนทิกตอกครับเรากำลังเปิดวิดีโอให้ดูยกเข้าไปโอ้โหที่ซ่อนกิ๊กเลยพี่บอลครับเขากำลังเปิดใหญ่มากของทิกตอกนะครับเรากำลังเปิดช่องว่างให้ดูห้องเขาออกแบบเพื่ออะไรห้องใหญ่มากห้องนี้มันใหญ่ขึ้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ขึ้นออกไปก็จะได้ห้องใหญ่ขึ้นนะพี่บอลเก็บสมาธิเยอะเลยห้องนี้ก็แค่นี้นะหมด 右边还有血迹，但是警方不敢去碰那艘真正的船，所以他们找了另一艘船来 cover。如果警方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是公开公正的，那就拿那艘真正的船来做检验。关于是不是真的要起诉妈妈 ，Mr. Ajaria 说是真的，因为妈妈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妈妈指责他欺骗 ，Mr. Ajaria 说他从来就没有欺骗过。 他从来没有跟妈妈说过他是律师。6月26号，他会对妈妈进行诽谤提告。如果妈妈要告回，他也不会害怕。而
而且他相信妈妈呢也不能做什么。妈妈说的东西真的是很伤他的心。如果妈妈要找 Mr. Ajaria， 他不会接听，因为他不在乎。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之前3月的时候已经有过的这些疑问，就是巴尼达到底是不是 Tengmo 的亲生妈妈。但是之后这件事情呢，不懂为什么就是默默的平静下来了。然后现在呢 ，Mr. Ajaria 又再次的把它提起，记者就有问为什么 Mr. Ajaria 觉得巴尼达不是 Tengmo 的亲生妈妈。Mr. Ajaria 就说，因为巴尼达没有13个数字 ID card 的号码，他让大家先等着，他会去另一个地方去调查先。同一天6月21号，Lawyer Tam 呢发了一条信息给 Mr. Ajaria， 他说看见 Mr. Ajaria 的周围呢都是敌人，就算之前他们有问题需要上法院，但是 Tengmo 呢是他的朋友，不能白白让他死掉。如果 Mr. Ajaria 是聪明的，有影片证明有人割伤 Tengmo 的大腿，是真正的杀人证据，不是像妈妈所讲的都是骗人的，他愿意暂时休战，用他所有的力量呢来帮助 Mr. Ajaria。他也让 Mr. Ajaria 呢公开影片，他和他的律师团队会一起 support Mr. Ajaria。隔天6月22号，Lawyer Tam 在他的 page 那边发布了一个留言，他看见 Mr. Ajaria 发布消息，说他愿意向他个人透露出这个影片，但是不会透露给记者。他很开心可以看到，他说 Mr. Ajaria 呢可以安排时间跟他见面，或者是告诉记者，让记者通知他，他没有 Mr. Ajaria 的联络方式，他在等着 Mr. Ajaria。他说任何一天呢 ，Mr. Ajaria 都可以约他。Tengmo 是他的朋友，他一直都会有空。如果这个影片是真的，这个案件呢肯定能被推翻。而 Mr. Ajaria 呢现在是在别的地方，等他回来准备过后，他会给 Lawyer Tam 看。有一点补充 ，Lawyer Tam 的 post 下面 ，Lawyer Decha 也留言了，他说根本没有什么杀人的影片，相信我 ，Lawyer Tam 只是在帮 Mr. Ajaria 找台阶下而已。之后 Lawyer Tam 就回复了，这件事情呢肯定得罪了你，先等等，让我看完这个影片先，就可以知道到底是不是了。6月22号的时候 ，Mr. Ajaria 说一切都结束了。妈妈明天呢就要去撤回他交上去的文件，他不打算起诉船上的任何人。他说他很累，他已经尽力了。有钱人做什么都对，他会把证据收着，对付那些来起诉他的人。Mr. Bundawan 说，妈妈没有看过 Mr. Ajaria 手上的证据，可以证明这就是谋杀，所以明天23号他会去撤销案件。至于法院会不会允许，个人认为呢是会的，因为是妈妈想要撤回。然后在隔天23号的时候 ，Lawyer Decha 说是假消息，是 Mr. Ajaria 乱讲的。他相信这个原因呢，是因为 Mr. Ajaria 没有证据证明是谋杀。另一方面呢，检察官那一边也没有人在处理相关的事情。记者有尝试过打给妈妈，但是发现妈妈的电话呢打不通。妈妈亲近的人呢说妈妈生病了，他也没有讲到他到底要不要撤回案件。但是之后呢 ，Mr. Bundawan 讲妈妈会撤回案件，当然是不会再继续了。可能是今天，又或者是明天24号，妈妈会自己去，或者是会跟律师一起去。但是 Mr. Rustang 说，他依然不知道妈妈到底会不会撤回案件。根据法律程序，案件还没有 set 审讯的日期，原告是可以撤回案件的。再来呢，是检察官 Supapon 已经将案件呢延迟到了7月7号。审讯之所以会延迟，是因为在早前，他有让调查人员呢去做更进一步的调查。23号当天早上的时候，调查人员才把调查结果交给他们，他们需要审查一遍，然后才会交去给总检察长审核还有考虑。另一方面呢，关于妈妈想要撤回案件，是不是就代表案件结束了？检察官 Supapon 解释，撤回检察官的案件必须分为2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我就不讲了，因为是关于到法律的一些事情，然后我看到一头雾水。简单来说呢，就是说当有人受到生命的威胁，比如说造成死亡，这个案件呢就会成为刑事犯罪。如果这个案件存在杀人的行为，检察官就有权起诉。6月23号同一天 ，Gradik 说他想要进入下一个步骤，但是结果被延迟了。他们又再需要去多一次。当时间被延长，大家就会说这个说那个，而问题呢也会一直增加，感觉有些事情呢被搞砸了。而外人也尝试干涉这个事情。他说他明白这个过程，检察官需要解除疑问，大众没有任何疑问是一件好事，但是他看到很多问题都是一样的。之后记者问 Gradik 有没有跟妈妈联络，他说这一次呢是妈妈问他那封信的事情，至于妈妈 Rodijanai 那个是他的权利，他们不知道妈妈是有什么资料造成他 confused。Gradik 说他有关注新闻，如果有什么疑问，他都会出来回答。他们等着妈妈，看妈妈到底会不会撤回案件，还是会告他们，又或者是虚假起诉。他们会用他们的权利呢来保护自己，因为他们没有做到妈妈所讲的。诽谤也是一样，因为他们被人看不起，被人讨厌。
他只是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而已。他还说，如果他有证据的话，就拿出来，他们就会被抓去审查。只要他一公开出来，全部东西都结束了。那个重要的证据是谁跟他坦诚的？大声说出来！因为如果是他们用刀割伤 Tang Mo 的大腿，警方早就抓他们了。他需要出来跟大众说明，因为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他的指责相当苛刻，说他们杀人，就像是他们是杀人犯。就算他们没有杀人，他们也被称作为杀人犯。现在他又说巴尼达不是亲生妈妈，所以 Gradik 觉得事情有点被搞砸了。所以 Gradik 呢只会把重点放在伤口还有证据的上面，如果有证据的话就公开而已。另一方面呢，在节目上 Paul 就有打给 Pinum， 然后叫 Mr. Ajaria 公开证据给大家看。Paul 接着问，4个月过去了 ，Mr. Ajaria 答应所有的泰国人说会公开很好的证据，他只需要一句话，最后是会公开是吗？Pinum 就有讲说，如果公开的话，他就会触犯 PDPA 的法律。之后 Paul 呢就答应说，如果 Mr. Ajaria 公开的话，他不会起诉 Mr. Ajaria。但是 Mr. Ajaria 坚持呢，影片只会在法院上公开。เดี๋ยวดูจังหวะนี้นะคะ ครับ นี่พี่ปอได้มีการคุยกับคุณแม่ใจเย็นๆได้มีการคุยกับคุณแม่ไหมคะพี่ปอใจเย็น ที่ให้ดูภาพตรงนี้ ก็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ห็นไหมคะ เปิดประตู 同一天6月23号，自从 Mr. Ajaria 上次质疑巴尼达到底是不是 Tang Mo 的亲生妈妈，大众呢又再一次的讨论这件事情。所以到最后，到底巴尼达是不是 Tang Mo 的亲生妈妈，还是说 Pirate 才是 Tang Mo 的亲生妈妈？新闻团队就有去 Pomon Village 去见 Cipri， 就是 Pirate 的妹妹。她说在之前的时候，她姐姐跟 Tang Mo 的爸爸 Wirasak 是恋人的关系，他们当时住在一起。直到最后呢，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叫做 Tang Mo。他说 Tang Mo 在4、5岁的时候呢，就是由爸爸去照顾他了。而 Pirate 之后一直尝试想要联络 Tang Mo， 但是 Tang Mo 的爸爸不让他们母女见面，直到最后他们搬去了别的地方。之后在2011年11月的时候 ，Pirate 因为交通意外去世了。在临终之前呢，他很想再见到他的女儿，因为他们从小就已经分开了，所以 Cipri 相信 Tang Mo 是他姐姐的亲生女儿，所以之后呢，他们有尝试联络 Tang Mo， 因为 Tang Mo 不知道自己的亲生妈妈去世了，但是结果呢，事情就这样子安静了下来，因为 Tang Mo 的爸爸呢不同意并且拒绝了，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所有的证据都被 Tang Mo 的爸爸拿走了。之后当他知道 Tang Mo 去世的消息，他很伤心，他依然相信 Tang Mo 呢是他姐姐的女儿，因为是他照顾 Tang Mo 的。那时候他姐姐生下 Tang Mo 的时候，他跟他姐姐还有 Tang Mo 的爸爸一起在 Bangkok 那一边。他还记得 Tang Mo 的左腿膝盖有一个印记，像是一颗小小的痣，还有可以在他的私密处那边找到红色的胎记。他不知道要去哪里找证据证明，而且当消息一出的时候，另外一方的人呢就会想要控告他们，所以他觉得呢必须要回避。但是他依然相信，也非常确定呢 Tang Mo 就是他姐姐的孩子。现在这样看来啊，如果到最后巴尼达真的不是 Tang Mo 的亲生妈妈，巴尼达为什么快点举办葬礼？还有为什么把他尸体快点烧掉？是不是就比较合理了？第一，如果要做 DNA 对比，可能就做不成了，因为遗体已经被烧了。但是法医那边可能还有收着他 DNA 的那个测验啦，但是又不懂法医到底是不是可以。第二 ，Cipri 说的那些印记、胎记那些遗体没有了，想对比都对比不到。再来呢，之前巴尼达就有说，她真的是 Tang Mo 的亲生妈妈。他说如果不相信他的话，可以检查或者是看看他的脸，因为他的脸部轮廓跟 Tang Mo 很像。他说他们呢都互相很爱对方，每次见面都会亲脸，他也不怕大家说他不爱 Tang Mo 或者是抛弃他。这个人是什么操作？而且等一下，什么叫做脸部轮廓很像？脸部轮廓很像就是亲生的咩？谁讲的？这样子通街的人都是脸部轮廓很像的话，难道全部人都有血缘关系的啊？最有问题的是，明明就是做一个 DNA 的测验就可以让大家闭嘴，但是他从3月到现在呢，都完全是没有去检验过。6月24号 ，Mr. Ajaria 说他不懂为什么这样多部门都不敢去调查，他会 point out 血迹在哪里。如果可以检验到的话，他们就可以更加确定他们的证据。至于检察官或者是巴尼达，他们可以带自己的证据上法庭，以谋杀罪起诉嫌疑人，但是其他证据不能公开，因为如果提供证据给他们的人，人家知道他的身份，他就会不安全，而且他的生意呢也会受到破坏。关于23号在节目上 ，Mr. Ajaria 说呢，至少船上的人对谁给他带来的证据呢持有怀疑的态度，认
让人觉得有些人呢很焦虑，但是 Robert 呢从来没有 contact 过他觉得很奇怪，他想要跟 Robert 辩论一下。而另一方面呢，他也没有想过 Lawyer Dam 会出现在节目上。他说，如果 Lawyer Dam 真的想要帮他的话，他们可以一起合作。至于班尼达说他想要撤回案件，直到现在呢，他都没有去撤回。他们不想去撤回案件，因为一旦他们撤回，他所做的一切呢都没了。班尼达也不能再起诉同样的指控。关于 Mr. Ajaria 提交的诉讼会在7月20号讨论。而班尼达到底是不是丁沃的亲生妈妈？他要班尼达拍 DNA 检验结果，这样子所有的疑虑都会被消除。ขีดเขียนให้เราเจอกันแม้เส้นทาง